每天同一个位置的你，需要翻译的朋友，请打开字幕观看。第41讲，好消息也有点远。第二天上午，阿成刚到工位就被老板叫进了办公室。老板一脸笑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阿成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经过这1年的考核，公司决定正式给你转正了，而且还要升你的职。”阿成愣了一下，有些不敢置信：“升职？对，不仅薪资翻倍，而且是独立带项目。”老板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呢，新项目在外区的一家分公司，离这边有点远，你得做好长期在那边驻扎的准备。怎么样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”阿成握着手机的手指渐渐收紧，指节泛白。这确实是个好消息，也是他为了留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了整整1年的目标。可是那一瞬间，他脑海里并没有预想中的狂喜，反而像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心里空落落的。眼前闪过的不是升职加薪后的美好蓝图，而是那间昏暗却温暖的网吧，是那个总是坐在柜台后面低头认真记账的女孩，是他抬头看她时眼底那一抹不易察觉的温柔，还有昨晚他轻轻点头说有你在挺好的那个瞬间。如果去了外区，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每天下班后来这里看他了，再也不能给他送热牛奶，不能在他被刁难时第一时间挡在他身前了。那种刚刚萌芽的名为不舍的情绪，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，缠得他透不过气来。晚上，阿成照常来到了网吧，但他今天的步伐却比平时沉重了许多，每次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，有些飘忽不定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下意识地看向柜台，小夏正低头在整理货架，听到风铃声抬头看来，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小夏敏锐地捕捉到他眼底的那一抹化不开的愁绪。你怎么了？他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走到柜台前，有些担心地看他，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太累了？阿成走到他面前，张了张嘴，欲言不及，过了好几秒才勉强扯出一个笑容：“没有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”小夏的心里咯噔一下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他装作随意地问：“什么事儿？搞得这么严肃？”阿成吸了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司给我升职了。”小夏眨了眨眼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喜：“真的？那不是好事吗？恭喜你啊！”可是阿成顿了顿，避开了他的视线，看着旁边的收银机。新项目在外区，可能要调过去很长时间。小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，滚落到地上。外区？那岂不是离这里很远？阿成点了点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光是坐地铁，单程就要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，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每天下班顺路过来了，甚至可能1周都来不了一次。小夏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习惯这件事情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抬头就能看到他在7号机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习惯了他在身边那种无声的陪伴。现在突然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消失了，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瞬间把他淹没。他紧紧抓着桌沿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哦，那是好事啊，恭喜你终于熬出头了。他努力想要维持表面的平静，可是声音里的颤抖却怎么也藏不住。阿成一直看着他，看着他强颜欢笑的样子，看着他发白的指尖，心里那股酸涩感更重了。他突然不想再这么暧昧不清下去了。他身体微微前倾，越过柜台，凑近的他一点。小夏。小夏抬头看来，眼眶有些发红。
阿成看着他的眼睛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：你别误会。什么？升职是好事，但我没说过我不来这里了。小夏猛地跳了一下。那么远，你怎么来？阿成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了一抹温柔的傲毒。距离不是问题，只要你想见我，多远都不算远，我会来的，一定会来。两个人就这样隔着柜台静静地对视着，虽然谁都没有把那个字说出口，但那份彼此都懂得不愿分开的心意，在这一刻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。空气仿佛变得很轻，轻得能让人飞了起来，可是心却变得很重，因为里面装满了另一个人。第42章，想了解你的一点点。阿成那句我没说不来这里，像一句无声的咒语，在空气里久久回荡。之后两个人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，但这种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，反而流淌着一种难言的默契与温情。快到午夜时分，小夏开始着手整理饮料柜。他刚弯下腰，试图搬起一箱矿泉水，手腕处却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。嘶！他没忍住，轻轻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声音极小，还没来得及传远，但阿成却像是装了雷达一样，立刻就听到了。他放下手中的鼠标，几大步走过来，动作自然的仿佛排练过千百遍。别动，放着我来。他不由分说地从他手里接过箱子，稳稳地放到了货架上。小夏看着他的侧脸，忍不住问道：你怎么总能第一时间听到我？明明离得那么远，声音那么小。阿成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他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，声音低沉而认真。大概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你身上吧。这句突如其来的直球让小夏的心脏猛地漏了一拍，一股酥麻的电流顺着脊椎窜遍全身。他慌乱地低头，假装整理货架，耳根却不受控制地红透了。两人并肩整理着货架，狭窄的过道里，两人偶尔会碰到彼此的手臂，或者拿同一瓶饮料时指尖相触，每一次触碰都像是一次微型的触电，两人都会下意识地缩一下手，却又默契的谁都没有后退。那种暧昧而甜蜜的气氛在空气中悄然发酵。半小时后，阿成把拆下来的空纸箱整整齐齐地叠好，放在角落里。小夏站在一旁，看着他熟练的动作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你以前经常做这些吗？阿成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笑了笑。没有，从小到大没怎么干过，但是看你做了那么多次，不知不觉就会了。小夏怔住了。原来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连这种琐碎的小事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心里某个软弱的地方像是被一只温柔的大手轻轻攥住了，酸酸胀胀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小夏拿出手机，看到屏幕上跳动的妈妈2个字，神色微微一变。那种平日里的冷静自持瞬间消失，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柔软和小心翼翼。阿成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变化。喂，妈。小夏接起电话，声音轻柔的不可思议。我今天可能要晚点回去，店里还有电视。您先吃药睡觉，不用等我。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，小夏的眉头微微蹙起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宠溺。你知道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您别担心。挂电话后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肩膀微微塌下来，显得有些疲惫。阿成看着他，试探着问道：家里还好吗？小夏愣了一下，并没有立刻回答。他低头摩挲着手机屏幕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道：还行吧，就是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常年离不开人。说到这里，他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。所以我才一直上傍晚，这样白天就能有时间陪她去医院，给她做饭了。
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，但阿成却听得心口紧发。他看着这个秀弱的女孩，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，原来在她看似坚强的外表下，竟然独自扛着这么沉重的生活压力。这么久以来，她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阿成只觉得喉咙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了，酸涩得厉害。他很想冲动地抱住她，告诉她别怕，以后有我帮你扛，你可以依赖我，不用再一个人这么辛苦了。但这句承诺太重了，现在的他还没有资格说出口，如果贸然说出来，只会给他带来负担。最终千言万语只化成了最朴实的一句话：辛苦了。小夏笑了笑，眼神清澈而坚韧。习惯了，没什么。阿成看着他，在心里暗暗发誓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他的眼睛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小夏，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或者忙不过来的地方，随时叫我，我就在这里。小夏怔怔地看着他，看着他眼底的那份毫不掩饰的心疼和坚定。良久，他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好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那种朦胧的暧昧，而是开始真正的、深入的走进了彼此充满鲜活气的生活里了，多了一份想要分担彼此重量的决心。第43章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小心。自从知道了小夏家里的情况后，阿成整个人像是变了个性子。以前那个偶尔还会跟他开两句玩笑，会在他忙碌时自然而然搭把手的大男孩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心翼翼、时刻紧绷着神经的守护者。他看着他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近乎易碎的怜惜，哪怕只是递一瓶水，都要斟酌好力度和角度，生怕给他增加一丁点的负担。这种过度的体贴反而让空气变得有些凝重。这天晚上，几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在网吧里打闹嬉戏，声音很大。小夏正在前台低头核对账单，并没有太碍意。突然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其中一个男生手里的易拉罐没拿稳，直接飞了出去，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后，重重地砸在前台的大理石台面上，然后滚到了小夏脚边。其实并没有砸到人，但那突如其来的巨响还是把毫无防备的小夏吓得浑身一抖，手中的笔都掉了。你怎么搞的？还没等小夏反应过来，一道黑影已经像风一样冲到了柜台前，是阿成。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过来的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他一把抓住小夏的肩膀，上下打量着他，语气急促地变了调：你没事吧？砸到哪儿了？疼不疼？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惊慌失措，仿佛刚才飞过来的不是一个空易拉罐，而是一颗炸弹。小夏被他这过激的反应吓得愣住了，他眨了眨眼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我没事啊，就是一个空罐子而已，没砸到我。那几个闯祸的学生也被阿成这副要吃人的架势吓傻了，赶紧连声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风波很快平息，小夏弯腰捡起那个易拉罐，扔进垃圾桶，准备继续工作。可是刚才阿成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偷偷看了他一眼，阿成已经坐回了位置上，但背脊依然挺得笔直，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紧张中缓过劲儿来。这几天他总是这样，太小心了，太谨慎了，就像是在对待一个一碰就碎的瓷娃娃。半小时后，阿成拿着一瓶矿泉水走到柜台结账，小夏扫完码，把水递给他，给。阿成伸出手，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拿过来，而是尽量避开他的手指，只捏住了瓶身的最上端，动作轻的像是怕烫到他一样。这已经是第无数次了。小夏看着他小心翼翼收回去的手，心里的那股无名火终于压不住了。阿成，他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他。
阿成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眼神有些茫然。怎么了？小夏深吸了一口气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语气有些冲。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阿成愣了一下，什么干什么？你是把我当成易碎品了吗？小夏指了指刚才那瓶水，又指了指刚才易拉罐掉落的地方。我又不是玻璃做的，碰一下就会碎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翼翼的吗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敢跟我开玩笑，敢离我很近，敢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直接上手帮忙。可是现在呢，连递个水都要躲着我的手，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阿成被他说得哑口无言，他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，手足无措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垂下眼帘，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我只是怕你觉得累。小夏怔住了，阿成抬头看他，眼神里满是无奈和心疼。我知道你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每天要照顾生病的妈妈，还要上夜班，还要应付各种琐事，你的肩膀上已经扛了太多东西。我怕我的靠近会变成压垮你的最后一道稻草，我不想给你增加任何一点点心理负担，哪怕是一丁点儿。这一番泼白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，小夏的心里泛起了层层涟漪。原来是他这么想的，他是因为太在乎，太心疼，所以才会变得这么笨拙，这么小心。心里的那点火气瞬间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酸酸胀胀的感动。他看着阿成，语气软了下来。阿成，你是个笨蛋吗？阿成很诧异地看着他，小夏叹了口气，认真地说道：我虽然辛苦，但我不是易碎品，我不需要你把我供起来，也不需要你离我那么远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是在鼓起骨气，然后他说出了一句让阿成终生难忘的话：如果是别人的靠近，也许是不担，但如果是你给我的重量，我不介意再重一点。比起你小心翼翼的疏远，我更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站在我身边。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哽凝了，阿成愣愣地看着他，似乎在消化这句话里的含义。过了好久，他的嘴角慢慢上扬，眼底重新亮起了光芒。我知道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。那晚之后，两人之间那种令人窒息的小心翼翼终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亲密、更加自然的默契。靠近是可以的，依赖是被允许的，而疏远才是最不需要的。第44章，一起走一段路吧。最近2天，阿成像是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，而是恢复了往日的沉稳与自然，甚至多了一份让人安心的笃定。那种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的气场，让小夏觉得格外踏实。这天晚上，小夏提前半小时完成了交接班，推开网吧的大门，一阵清爽的夜风扑面而来。他一抬头就看见阿成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，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，袖口挽齐，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，手里拿着手机，似乎在等人，又似乎只是在发呆。听到动静，他转过头，两人视线相撞，空气里瞬间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一朵无形的烟花。那种只有他们2人才懂的默契气场，瞬间隔绝了周围的喧嚣。下班了，阿成收起手机，嘴角自然地上扬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在等你。简简单单的3个字，却让小夏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走到了他身边。2人肩并肩，沿着安静的街道慢慢往前走。路灯将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偶尔交叠在一起，像是一个亲密的拥抱。谁都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人觉得尴尬。这种沉默舒服得让人想要一直这样走下去。走到便利店路口时，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，
小夏也跟着停下，疑惑地看着他，怎么了？忘东西了？阿成看着便利店亮着的招牌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然后转过头看着小夏的眼睛，有些突兀地问道：突然想吃点甜的，陪我吃个冰激凌好吗？小夏愣了一下，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现在？大晚上的10点半？你是3岁小孩吗？阿成看着他的笑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但眼神却很认真。就是突然想吃，而且……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几分，带着一种极其温柔的诱惑。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小夏的心脏像是被一只羽毛轻轻挠了一下，又痒又软。他咬了咬嘴唇，压下嘴角的笑意，故作矜持地说：行吧，看你在今天帮我搬箱子的份上。两人买了2个甜筒，像2只偷吃的小康鼠，坐在便利店门口的长椅上。晚风习习，冰激凌甜腻的奶香味儿在舌尖化开。小夏晃荡着双腿，看着路灯下的小虫飞舞，突然觉得这一刻美好的有些不真实。阿成，你那边的工作真的确定要调去外区了吗？虽然不想破坏氛围，但这个问题像一根刺，一直扎在他心里。阿成舔了一口冰激凌，动作慢了下来。调令已经下来了，下周1去报到。哦，小夏低头看着手里快要融化的冰激凌，声音闷闷的。那你要去多久？ Project 周期大概半年，顺利的话可能会提前。半年，180多天。对于习惯于每天见面的他们来说，这简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小夏的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脆皮筒，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一直不敢问的问题：那这么远，你还会常来吗？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风。阿成停下了吃冰激凌的动作，他侧过头，深深地看着身边的女孩，看着她低垂的眼睫，看着她不安地颤抖的手指。他伸出手，轻轻附在她冰凉的手腕上，掌心的温度源源不断地传过去，烫得小夏心里一颤。小夏，他叫她的名字，语气郑重的像是在宣誓。哪怕翻山越岭，哪怕风雨兼程，只要这里的灯还亮着，只要你还在这里，我就一定会来。我想见你，这就是理由。小夏猛地抬头，撞进那双深邃如海的眸子里，那里倒映着小小的他，还有满天星光。眼眶突然有些热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，绽放出一个比冰激凌还要甜的松容。好，那我等你。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似乎比平时短了很多，短得让人意味不尽。夜半比平时暖了很多，就像在寒冷的冬夜里被人塞了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，一直暖到了心底。第45集，你靠一下也没关系。这天上午，阿成收到了公司的正式调令邮件，下周1正式调往外区项目组报到。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黑体字，阿成的心里像是被人挖空了一块。明明是升职加薪的好事儿，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那种说不出的空虚感像潮水一样蔓延。不是怕工作有多累，也不是怕环境有多陌生，而是一想到以后不能每天下班推开那扇门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心里就慌得厉害。晚上，阿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网吧。刚走到门口，隔着玻璃门，他就看到了小夏。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柜台里忙碌，而是双手撑着台面，整个人几乎是挂在上面，脸色白得像张纸，嘴唇也没有半点血色，连站着的姿势都在微微发抖。阿成的心脏猛地收紧，推开门几步跨了过去。小夏！听到声音，小夏有些迟钝地抬起头，眼神有些涣散。啊，你来了。声音虚弱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。阿成眉头紧缩，伸手想要去摸他的额头，却被他下意识地躲开了。你没事吧？
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小夏摇了摇头，勉强扯出一个苍白的笑容。没事，就是这几天没睡好，有点累。真的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真的没事？阿成显然不信，他看着他抓着桌沿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骨节泛白，那是极力忍耐痛苦的表现。他没有再多问，而是转身去倒了一杯温水。先把这个喝了。小夏伸出颤抖的手去接，指尖刚碰到杯壁，突然眼前一黑，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瞬间袭来，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。小夏！下一秒，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横过来，稳稳地托住了他的腰，将他整个人带进了一个温婉宽阔的怀抱里。那只手臂很有力，也很热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那种温度源源不断地传过来，让小夏冰凉的身体稍微回暖了一些。别动！头顶传来阿成的低沉而急促的声音，第一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。小夏靠在他怀里，急促地喘着气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眩晕感才慢慢退去。抱歉，我可能真的有点晕。他想要站直身体，却发现腿软得根本使不上劲儿。阿成没有松手，反而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。你别逞强了。他的声音就在耳边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气和心疼。我不逞强还能怎么办？小夏苦笑了一下，声音轻飘飘的。我都习惯了。这么多年，无论生病还是难过，他都是一个人咬牙挺过来的。不习惯又能怎样呢？阿成的身体僵了一下，他低头看着这个倔强的让人心疼的女孩，眼底满是怜惜。从今天开始，阿成一字一顿地说道，这种事儿不需要习惯，不想撑的时候就别撑。小夏猛地抬起头，撞进那双深邃温柔的眼眸里，心跳突然变得乱七八糟，毫无章法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阿成说着就要把她扶起来。可是店里，我已经跟老板打过电话请假了，替班的人马上就到。小夏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时候？刚才倒水的时候。阿成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是不容咀嚼的坚定。你这个样子，路都走不稳，必须回家休息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夏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像踩着棉花。阿成就在他身边半步的距离，虽然没有直接圈着他，但那只手臂始终虚虚地护在他后面，像是一张随时准备接住他的安全网。几次他差点踉跄，都被他严谨手快地扶住，那种无声的呵护比任何言语都让人安心。终于到了楼下，小夏扶着楼梯扶手，转过身看着阿成。路灯下，他的行子被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他脚下。阿成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他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刚才会晕倒在哪里。阿成看着他，眼神温柔的像是一汪水。他上前一步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肩膀。不用谢，以后累了，肩膀借给你，多久都没关系。小夏怔怔地看着他，那一刻风停了，叶子不动了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眼前这个男人和那句让人想要落泪的承诺。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颗一直漂泊无依的心，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。第46讲，第一天不见，你也有点空。阿成跳去外区的第一天，早上6点半，天刚蒙蒙亮。阿成站在陌生的公交站台，看着远处缓缓驶来的大巴车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不是因为路途遥远，也不是因为没睡醒，而是因为今天早上他不能像往常一样，在那个熟悉的时间点路过那扇熟悉的玻璃门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早起忘记刷牙，或者出门忘记带钥匙。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儿。与此同时，小夏也被闹钟吵醒了。她迷迷糊糊了按掉闹钟，在床上赖了整整10分钟。照理说，她现在应该像个陀螺一样弹起来，
洗漱、换衣服，准备去接早班。可是今天，他在床上翻了2个身儿，看着天花板发呆，就是不想动。胸口像是缺了一块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像是拼图丢了一块，虽然不影响整体，但怎么看怎么别扭。他甚至不需要深想，就知道那个缺口是谁留下的。中午时分，阿成在新公司的食堂里，面对着丰盛的午餐，却有些食不知味。周围是陌生的同事，聊着他不熟悉的话题。他一边应付着大家的寒暄，一边偷偷瞄了好几次放在桌上的手机。屏幕黑漆漆的，没有任何消息提示。他自嘲地苦笑了一下。我在期待什么？才分开半天而已，难道指望他会主动发消息来吗？可是手指却不受控制地一遍遍点亮屏幕，又暗灭，仿佛这样就能把那边的信号按出来一样。下午3点多，网吧里人不多，小夏在冰柜前整理饮料。当他的手碰到一瓶特定牌子的矿泉水时，动作突然顿住了。那是阿成最喜欢喝的牌子，以前他每次来都会顺手拿一瓶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：“记账。”他盯着那瓶水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瓶身，仿佛能透过它感受到那个人的温度。心里那个空缺的地方突然漏进了风，凉飕飕的。今天没法记账了，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委屈和失落。哟，姐，看来今天心情不太美丽呀。旁边突然传来一个戏谑的声音，小夏吓了一跳，转过头，只见几个熟客学生正挤眉弄眼地看着他。胡说什么？我哪有心情不好？小夏有时心虚地把那瓶水塞回冰柜里。学生 A 嘿嘿一笑，指了指冰柜：“姐，你刚才对着那瓶水发呆的样子。”学生 B 立刻接话：“啧，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呀！”学生 C 补刀：“这叫睹物思人，懂不懂成语呀你们？”小夏的脸疼的一下红到了耳根。闭嘴，玩你们的游戏去！他恼羞成怒地挥了挥手，把这帮起哄的小鬼赶走。可是当笑声散去，周围重新安静下来时，小夏靠在柜台上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不得不承认，那种不习惯，那种空虚，是真的。傍晚6点，阿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走出公司大楼，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，屏幕依然是空的，没有小夏的消息。阿成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深吸了一口气。阿成，你真是没救了。想发消息给他，又怕打扰他工作；想问他今天过得少不好，又怕显得太粘人。他在对话框里输了删了，删了输了，犹豫了整整2分钟。最后终于鼓起鼓，发了一句最简单最不出错的开场白：“你今天还好吗？”发送。他盯着屏幕上那个旋转的小圆圈变成对勾，心跳莫名快了几分。5分钟后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亮起，显示小夏发来一条新消息：“本来挺累的，但看到你的名字跳出来，突然就不累了。”阿成看着那2行字，呼吸一滞，随后嘴角不受控制疯狂上扬。那个笑容比今天的晚霞还要灿烂，心里某个阴暗的角落像是被突然点亮了一盏灯，不是那种刺眼的探照灯，而是日落后巷口那盏温暖昏黄的路灯，温柔却足以照亮归途。那一刻，隔着几十公里的距离，2个人都清楚地感觉到，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的心却正在坚定地走向同一个方向。第47章，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刚好在。外区项目的第1周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为了赶进度，阿成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，赶第1班地铁去新公司。
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回到家往往已经是10点以后了。身体累到了极致，有时候站在地铁上都能睡着。但他每天无论多忙，都会习惯性地打开微信，盯着置顶的那个对话框发一会儿呆，看看小夏有没有发朋友圈，有没有给他发消息。哪怕只是一张表情包或者一个简单的问候，都能成为他这一天里最大的慰藉。这天晚上8点半，阿成拖着疲惫的身体刚回到出租屋，还没来不及换鞋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特别关心的提示音。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，立刻拿出手机。是小夏。对话框里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你在吗？阿成几乎是秒回：在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要知道，小夏那个性格，如果不是遇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是绝对不会主动发这种消息的。过了10几秒，那边才显示正在输入中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一条新消息才跳出来：那个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我好像把家里的钥匙忘在网吧了，现在进不去家门。这么晚了，店里已经关门了，我也没有备用钥匙。阿成看着这2行字，眉头瞬间拧紧了。现在已经是深秋了，晚上的风很凉。他一个人在家门口，进不去，又冷又无助。光是想到那个画面，阿晨的心就揪了起来。他想都没想，把刚脱了一半的鞋子又穿了回去。甚至连外套都来不及扣好，就抓起钥匙冲出了门，一边下楼一边给他发语音：你在门口别动，找个避风的地方待着，我现在过来。小夏很快回复了：可是你在外区啊，这离得太远了，而且这么晚了，要不我自己想想办法吧，找个开锁公司或者去朋友家挤一晚。阿成看着屏幕，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他按下语音键，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坚定：别乱跑，距离再远也没有你一个人在外面吹冷风让我担心。等我，40分钟，不，半小时就到。半小时后，一辆出租车在小夏家楼下急刹车停住。阿成推开车门，气喘吁吁地跑了下来。远远的，他就看见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缩成一团的小小身影。他把头埋在膝盖里，怀里紧紧抱着自己的外套，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。听到急促的脚步声，他有些迟钝地抬起头。当看清那个逆着光跑过来的身影时，他的眼睛微微睁大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你真的来了？阿成跑到他面前，撑着膝盖大头喘气，额头上是全是汗水。他顾不上擦汗，先伸手摸了摸他冰凉的手背，眉头紧锁。怎么坐在这儿？地上多凉啊！不是让你找个避风的地方吗？小夏看着他，眼眶突然有点热。我怕你来了找不到我。阿成愣了一下，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脱下自己的外套，不由分说地披在他身上，把他裹得严严实实。走，去网吧拿钥匙。两人并肩走在深夜的街道上，路灯昏黄，身影拉得很长。虽然风还是冷的，但是小夏却觉得一点都不冷了。那种有人为了你不远万里奔赴而来的感觉，足以抵御所有的寒冷。拿到钥匙送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小夏手里攥着那串失而复得的钥匙，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：阿成，谢谢你。今天如果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阿成看着他，伸手帮他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刘海，动作温柔的像是在对待一件珍宝。不用谢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许下了承诺：只要你需要，无论我在哪，无论多晚，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，我一定在。
小夏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酸酸的、胀胀的，却又甜得要命。那是一种被偏爱、被保护、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。第48集，你也可以被照顾。外区项目进入了最关键的第2周，阿成已经连续7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，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，早出晚归。回到出租屋时，往往累得连澡都不想洗，只想把自己扔进床里。但他每天无论多累，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小夏发那条消息。今天顺利吗？仿佛只有收到他的回复，这一天对他来说才算真正结束。这天晚上上班，阿成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，抓着扶手。车厢里闷热的空气和摇晃的节奏让他一阵阵发晕，眼前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黑视。他用力甩了甩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特别关心的震动频率。他立刻拿出手机：“小夏，下班了吗？”阿成勉强打起精神回复：“刚下班，今天有点累，可能要在车上睡会儿。”过了几秒，对话框上显示正在接入，然后跳出来简简单单的2个字：“回头。”阿成愣住了：“回头？回哪里？”他有些茫然地转过身，看向车窗外。公交车正好缓缓停靠在一个站台，而在那个站台昏黄的路灯下，站着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影。他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薄风衣，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保温袋，正仰着头，焦急地在一扇扇车窗里寻找着什么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疲惫，所有的眩晕，所有的负面情绪，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阿成甚至顾不上等车停稳，就拼命地挤开人群，冲到了后门。车门刚一打开，他就跳了下去。小夏。听到声音，小夏懵地转过头，看见气喘吁吁站在面前的阿成，他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像星星一样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阿成的声音有些发颤，既是惊讶，又是感动。小夏扬了扬手里的袋子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查了路线，这趟车正好经过你家附近的这一站，想着你每天那么晚上班，肯定没好好吃饭，所以就想过来看看。今晚换我照顾你。阿成呆呆地看着他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酸涩的厉害，却又暖得让人想流泪。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单方面的付出，在小心翼翼的守护。他从来没想过，那个总是被他护在身后的小女孩，有一天也会穿过半个城市，站在寒风中，只为了给他送一口热饭。两人就在站台后的长椅上坐下，小夏打开保温袋，献宝似的拿出一个还在冒着热气的饭团，还有一瓶温热的 VC 饮料。我看你最近朋友圈都在喊累，怕你感冒，快吃吧，还是热的。阿成接过饭团，咬了一口，其实就是便利店最普通的饭团，可是此刻吃在嘴里，却比他在任何高级餐厅吃过的都要美味。好吃吗？小夏托着腮，期待地看着他。好吃。阿成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小夏，谢谢你。小夏歪着头看他，语气变得有些认真。你不是总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吗？那今天一直是你照顾我，偶尔也给我个机会表现一下嘛。你也可以被照顾，也可以含泪，也可以依赖我一点点。阿成看着他清澈的眼睛，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彻底塌陷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。这一次，小夏没有躲，反而握住了他。晚风吹过，叶子沙沙声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夏突然低着头，小声问道：“阿成，你那边的项目还要多久啊？
能不能早点申请调回来？阿成愣了一下，小夏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似乎有些紧张。我不是要干涉你的工作，我只是有点想像以前那样每天都能看到你。隔着屏幕聊天虽然也能联系，但我还是更喜欢你在我身边的感觉。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表达对他的思念和依恋。阿成只觉得心脏快要跳出胸腔。他看着他，眼神温柔的能溢出水来。好，他重重地承诺道，我会尽快回来的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小夏抬起头，对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清楚地意识到，这段关系已经彻底变了，不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接受，而是双向的奔赴，是彼此的支撑，是两颗心紧紧依靠在一起的温动。第49章，差一点就错过你。外区项目到了收尾阶段，忙碌程度简直令人发指。阿成已经连续3天加班到深夜10点，每天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出租屋，他累得连眼皮都在打架。但他依然会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，给小夏发去一条晚安，仿佛只要发了这2个字，这一天就不算白过。可是这3天里，小夏一条消息都没有回，对话框里只有他一连串孤零零的绿色气泡。第3天晚上，阿成躺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那种从未有过的慌乱感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他向来是个情绪稳定的人，但这一次他是真的怕了。是不是自己太忙了，忽略了他，所以他生气了？还是说距离真的会冲淡一切，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？第2天傍晚，小夏下班了，他站在网吧门口，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心里莫名烦躁。这3天没回消息，真的不是故意冷落他。这几天刚好赶上月底盘点，经理抓着他没日没夜的核对数据，每天回到家，手机都没力气拿，倒头就睡死了。可是那个念头就像一根刺，一直扎在他心里。我都3天没理他了，那个笨蛋该不会在胡思乱想吧？越想越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他掏出手机，正准备给阿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，突然一个经常去外区跑业务的熟客学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外区那个就是阿成哥上班那片儿出事了。小夏的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出什么事了？听说那边最近流窜着一伙抢劫犯，专门在地铁站附近蹲点，前2天刚捅伤了一个白领，现在警察还在抓人呢。什么？小夏的脸色瞬间惨白，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开。阿成每天也是那个点下班，也是走那条路，恐惧瞬间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扼住了他的喉咙。他连外套都忘了拿，抓着手机就疯了一样冲向地铁站。同时，阿成刚从公司出来，正准备进地铁站，周围人来人往，步履匆匆。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个身影跑得飞快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，脸上写着满满的惊恐和焦急。那是小夏。阿成愣住了，甚至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想他而出现了幻觉。还没等他人反应过来，那个身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。阿成！小夏猛地刹住车，胸口剧烈浮起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看到完好无损站在那里的阿成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你没事吧？他顾不上周围人的目光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，指尖却在微微颤抖。你听说那边有抢劫犯，还伤了人，你一直不回电话，我以为你出事了。语伦无词的解释带着哭腔的颤音。阿成怔怔地看着他，看着他因为奔跑而通红的假甲，看着他眼底那毫不掩饰的恐惧和深情。
原来他是为了这个跑过来的，为了确认他的安全，跨越了大半个城市。巨大的喜悦和心疼瞬间淹没了他，他反手握住他的手腕，将他轻轻拉近自己，低头看着他的眼睛，声音低沉而沙哑。你3天没回我消息，我以为你不想要我了。小霞猛地抬头看着他，不可置信地说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他急得眼圈通红，声音都提高了8度。我只是太忙了，我怕你误会，阿成看着他语伦无词的样子，喉咙发紧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颊颊，指腹擦过他眼角的泪痕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怕差一点就错过你。这3天，每一秒我都觉得好像把你弄丢了。小夏愣住了，两人施站在喧闹的地铁头，周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，但在这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震耳聋语。那句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，已经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赴里震耳聋语。第50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外区项目终于圆满结束，走出写字楼的那一刻，阿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看着头顶湛蓝的天空，心里那块压了一整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他感觉甲部从未有过的轻盈，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解脱，更是因为今天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那个地方，回到他身边。与此同时，小夏在网吧的柜台前坐立难安，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把早已一尘不染的台面擦了第18遍，连旁边的水杯都被他摆弄了好几次位置，怎么看都不顺眼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，明明每天都在手机上联系，明明经常见面，可是今天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就像是初恋少女第一次去赴约。也许是因为他预感到今天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。傍晚7点，推拉门上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一阵带着初春暖意的晚风吹了进来。小夏猛地抬起头，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周围的一切嘈杂声仿佛都自动消音了。阿成站在门口，穿着那件熟悉的黑色冲锋衣，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。他瘦了一些，黑了一些，但眼神却比以前更加明亮，更加坚定。回来了。小夏的声音有些干涩，却藏不住那一丝颤抖的喜悦。阿成放下包，走到柜台前，深深地看着他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暖的弧度。回来了。简单的3个字，却包含了千言万语，包含了这1个月来所有的思念和牵挂。就像漂泊已久的船只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港湾。夜里10点，网吧打烊了。小夏关好灯，锁好门，转身看着一直等在旁边的阿成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阿成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包，和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今晚的月色很美，路灯将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偶尔交织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走在那个熟悉的便利店路口时，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小夏也跟着停了，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阿成转过身，面对着他，路灯昏黄的光晕洒在他脸上，让他原本棱角分明的苦轮廓变得格外柔和。他看着小夏的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在积攒对生的勇气。小夏，我有话想说对你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异常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敲打在心上。我喜欢你。虽然早有预感，但当这4个字真的从他口中说出来时，小夏还是怔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剩下心跳加速的声音。阿成上前一步，离他更近了一些。不是因为同情，也不是因为习惯，是从很久以前，我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
也许是你第一次递给我那瓶水的时候，也许是你坐在地上哭的时候，也许是更早。我想照顾你，想把肩膀借给你靠，想以后每天都能见到你。他说得很慢，很认真，那种真挚的情感像一股暖流，缓缓流进小夏的心里，填满了所有的缝隙。小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眼眶有些发热，视线变得模糊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抬起头，眼底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。那你以后还会走吗？阿成笑了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他有些冰凉的手指，掌心的温度通过指尖传递过来，一直暖到了心里。只要你在的地方，我就不走。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小夏看着他，嘴角慢慢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那是阿成见过的最美的笑容。那说好了。他反手握住他的手，十指紧扣。以后不许反悔，绝不反悔。那一刻，风是暖的，月亮是圆的，两颗漂泊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一起了。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属于他们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段关于守护和被守护的故事，平淡琐碎，却足以温暖余生。